同学们好，欢迎再次来到 My Calculators Classroom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会进入2.4 Role of Humans in Maintaining a Balanced Nature。这个影片只有一个学习目标，那就是我能够解释人类在维持生态平衡的角色。在那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知道人类具体上进行了什么活动，而这些活动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什么影响。Forest logging 砍伐森林，因为破坏了动植物的栖息地，是有可能导致动植物绝种的。因为没有了植物 ，soil erosion 很容易发生，加上 oxygen 和 carbon cycle 被打乱了，就会造成 greenhouse effect。第二个活动，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， 工厂的废气和污水会污染空气、水源和泥土。废气里面的酸性气体融入空气中的水蒸气，会导致酸雨。里面的二氧化碳就会导致 greenhouse effect。农业 agriculture 因为过度使用杀虫剂和化学肥料，水源是会受到污染的。另外 non-sustainable agriculture 也就是重复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同样的农作物，会导致泥土里的 minerals 流失，泥土就不那么肥沃了。最后是垃圾丢弃，最明显的影响是垃圾在分解的时候会发出恶臭 foul odor。另外，垃圾分解后的一些成分是会污染水源和土地的。如果把难以分解的垃圾丢到河里，还会导致闪电水灾 flash floods。要克服这些负面影响的话，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加强法律。我国的森林部门经常在各州进行监管，主要的监管活动包括在森林区巡逻 patrols， 还有用直升机和路检 roadblocks 来监控输送树干的裸鲤的行踪。第二个方法，通过学校的道德教育和报纸、收音机、电视机之类的大众媒体 mass media来提升大众对这些环境课题的意识 awareness。第三个方法，练习5R refuse、reduce、reuse、recycle 和 repurpose。refuse 拒绝使用不环保的材料或物品 ，reduce 减少需要用到的材料或物品的数量。Reuse 把还能用的东西再次拿来使用 ，Recycle 把可以环保的东西送去环保中心 ，Repurpose 把一个东西再拿来使用，但是会变成其他的功能。最后，我们可以用 biological control 来取代杀虫剂。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对你的学习有帮助，请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。谢谢同学们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。